法治故事耐人寻味，不容错过。8月22号下午2点半左右，在广东省东莞市一家玻璃厂做车间主管的杨志，突然接到一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电话，对方的声音很阴森：“你儿子杨贤明被我们绑架了，限你3天内准备50万换人，如果敢报警，就等着替他收尸吧。”当杨志反应过来，对方已挂了电话，再拨过去已经关机。杨志赶紧拨打儿子杨贤民的手机，也提示关机。一股不祥之感顿时传遍全身。杨志时年52岁，妻子石秀环比他小2岁，夫妻俩都是湖北省襄樊市南漳县萧堰镇人。他们生有2个儿子，大儿子杨贤明20岁，在2010年考上了荆州一所大学信息管理专业。小儿子杨贤林17岁，正读高2。15年前，夫妻俩将2个儿子托付给爷爷奶奶，远赴东莞这家玻璃厂打工。夫妇俩踏实肯干，5年前双双被厂里提拔为车间主任。2010年年底，夫妻俩用打工多年省吃俭用攒下的钱，在南漳县城按揭了一套120多平米的房子，准备等杨先明毕业后给他结婚用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儿子的美好人生刚迈出第一步，竟遭此横祸。杨志先是拨打了东莞本地110，在接警人的建议下，当即又拨打了湖北南漳县的110。南漳县公安局接到报警后高度重视，立即按程序展开初步调查。警方随后调查得知，20号下午，杨贤明在南漳县客运站对面的一家宾馆登记入住。21号下午，他接到一个陌生电话后外出。民警在宾馆内发现，杨贤明住的房间里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正在充电，一个行李包放在一旁，没有翻动痕迹。据此，警方初步判断，此案确实为一起绑架案，于23号迅速成立了专案组。24号上午，杨志带着妻子赶回襄阳市与办案民警会合。当天下午，杨志接到绑匪发来的短信，带50万元在襄阳市区地面。警方迅速成立3个抓捕小组，分布在襄阳市区和南漳城区。下午5点多，绑匪又发来第2条短信，称在南漳县武安镇交易。杨志按警方指示要求和儿子通下电话，但对方却一口拒绝，在没见到钱之前，你别想和儿子说话。民警迅速赶往武安镇，但等了几个小时都没有见绑匪人影。这时对方又发来短信，将交易地点改在了城关镇花石桥村。绑匪不断变换交易地点，民警3次行动都扑了空，但民警发现绑匪告知的交易地点每次都会出现一黑衣男子，此人驾驶一辆黄色摩托车。民警认为此人有重大嫌疑。晚上10点30分多，当黑衣男子驾驶着黄色摩托车经过水晶路小西门时，4名早已埋伏在此的民警冲上前，一把将他从摩托车上扑下来抓获。只见黑衣男子的耳朵上正挂着一个耳麦，用来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。警方立即对黑衣男子展开审讯，很快他就向警方交代，杨先明确实被他绑架，但在他给杨志打电话前，杨先明就已经被他用带着剧毒的弓弩射杀了。杨志夫妇被这个消息立时给击垮了，石秀环当即昏倒在地。黑衣男子交代，他叫任飞，今年28岁，出生于南漳县板桥镇农村，初中毕业后四处闯荡，做过销售员，帮人洗过车。2007年在南漳县一中门口开了一个早餐店，
卖油饼、豆浆等。他与杨先明相识也就在这个时候。当时考入一中的杨先明经常来他的店里买早点吃。2009年底，任飞跟在县城卖手机的吕玲玲结了婚。可就在2010年初，任飞嫌开小店挣钱太慢，伙同别人去盗窃一家商场的商品，被当地公安机关抓获，妻子因此跟他离了婚。任飞被判入狱10个月。2010年底被释放后重操旧业，回到南章一中门口继续卖油饼。与此同时，他还按揭贷款买了一辆轿车，每天关了店后就开着车偷偷跑出租屋挣点外快。2011年8月，任飞因学校放假，小店没生意，就天天跑出租。8月20号上午11点左右，任飞正开车来到县城水镜广场时，见路边一个青年正四处张望，他赶紧开车上前，正要问对方是否打车，却发现此人有点眼熟。对方也一下子认出了他。哟，你不是任老板吗？好久不见了，你都买车了。说话间，青年已经拉开车门坐到了副驾驶位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那时天天在你店里买油饼呢。我叫杨先明，去年考上大学了。聊了一会儿，杨先明又提出要请任飞吃午饭。任飞看看表，已到了中午12点左右，肚子正好饿了，便答应了。杨先明让任飞把车开到南章县最大的西餐厅吃西餐。一进去，任飞就感到有些不自在。他长这么大，还从来没进过西餐厅。杨先明似乎看出他的窘态，大大方方地说：没事，一会儿我教你如何吃西餐，下次你就会了。两人边吃边聊，杨先明兴致勃勃地聊起了自己如何发奋学习考上大学，并告诉任飞：我现在终于翻身了，在大学里开了2个店，一个搞复印，一个专门搞自行车出租，生意很不错。哎呀，今非昔比啊！任飞听着听着，忍不住羡慕地说：我记得你以前连油饼都舍不得多买一个，没想到现在不仅考上了大学，还这么能干。杨先明哈哈大笑着说：哈哈哈，任老板，你一说油饼啊，我倒是想起一件事来。我读高2上学期时，有一天去你那里买油饼，进了店里才发现身上没带钱，我让你折一个油饼给我，第2天早上再来给你钱。可你说不认识我，就是不愿意，还讥笑我连一个油饼的钱都没有。经杨先明这么一提醒，任飞依稀想起了这件事，他一下脸红了，讪讪地笑了笑，尴尬地说：有这事吗？我一点都没印象了。任飞听得浑身不自在，心里暗想：难怪他非要请我来吃西餐，原来是想让我难堪，出当年那口气呀。原来杨先明考上大学后发奋学习，在老师同学眼里，他不仅学习好，性格开朗善良热情，而且非常具有独立意识。大一刚开学不久，杨先明就与同系同学施婷婷恋爱了。施婷婷特别佩服男友的创业意识，在杨先明提出要开店时，他说服家人资助了他一些本钱。两人在学校门口开了一家复印店和一个自行车租赁店，每天利用课余轮流照顾2个小店，生意十分火爆。接下来的聊天中，杨先明大谈自己如今的成功，还谈到了大学里的女友，说得很漂亮，非常善解人意。他哪里知道，这些都恰恰刺激了此时婚姻失败、人生失意的任飞。当天两人分手时互相留下了手机号码。杨先明说他还要在县里待几天，只要任飞有空随时可以找他玩。这天晚上，任飞躺在租来的窄小平房里辗转反侧，回想起杨先明白天那神采飞扬的状态，再联想到自己落魄的处境，失意之感越来越强烈。晚上11点多，任飞又找出一瓶喝了一半的劣质白酒，
就着一包花生米喝了起来。喝着喝着，他拨通了杨先民的电话。兄弟啊，你明天有空吗？你回来一趟不容易，我想开车带你去白马洞玩一下。没想到杨先明爽快答应了。那好啊，我也很想在家乡多转转。不过你开车收别人多少钱，我照给你。你现在做生意也不容易嘛。任飞说，你既然这么看得起我，我当然不能收你的钱了。明天我陪你去玩，1分钱不收。然而杨先明却再三表示一定要给钱，还说，任哥，你就别推辞了。我知道现在学校放假，你那店里也没生意，你现在又是悄悄拉客，挣不了多少钱，所以这钱我一定要给你。你要是不肯收啊，我就不去了。任飞越听越觉得杨先明是在贬低自己，不禁在心里愤愤地骂道，你不就是有了几个钱吗？竟然还装起大爷了。这么一想，他就答应收钱了。杨先明显得很高兴，挂电话前又说了一句，那你明天能不能再带一些你做的油饼啊？我给你钱，我好久没吃了，还挺想的。正是这句话彻底惹怒了任飞。挂了电话后，他破口大骂。就在这个时候，房东刘老汉敲门进来，一见他在喝酒，不冷不热地嘲讽道，小人啊，你小日子过得很好吗？欠我3个月的房租，限你3天内给我，否则搬走。房东说完，骂骂咧咧地离去了。等房东走后，任飞躺在破旧的木板床上，望着露出水泥板的房顶发呆。他想起自己每月要拼命挣钱，才能还掉4000块钱的轿车按揭款。回想起这些窘境，再加上杨先民的羞辱，让他渐渐萌发了一个罪恶的念头。姓杨的，你不是很有钱吗？老子就找你弄点钱花花，否则眼下真挺不下去了。打定主意后，任飞又仔细想了想，如果搞死他，再找他家里弄一笔钱，然后把车卖掉，远走高飞，重新找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，好好做个生意，找个喜欢的女人，开始新的人生，那谁都发现不了。任飞觉得这个美妙的计划非常可行，接下来这个念头一发不可收拾，他立即开始准备。起初他想用刀，但又考虑到杨先明身材比他高大，怕无法得手，于是他从床底下翻出了前不久花200块钱从一个朋友那里买来的一副2手弓弩，那是他买来打算冬天专门射杀土狗用的。买弓弩时还配了2只约有15公分长，用不锈钢做的短剑。此时把玩着这把弓弩，他的眼前一亮，很快想到了一条毒计。他找出一瓶敌敌畏，将2只短剑插进敌敌畏瓶子里，泡了一晚上。第二天早上9点左右，任飞不敢再用自己手机联系杨先明，就跑出去找公用电话给他打电话，连续打了5次，却一直无人接听。任飞很着急，他只知道前一天杨先明无意中说他住在宾馆，却没问他住哪一家宾馆。他忍不住想，难道他发现我的计划了？随即他又否定了自己，除非他是神，否则不可能知道我昨晚想的事情。一直到中午12点多，杨先民的手机终于接通了。他在电话中充满歉意地说，哎呀，任哥，对不起啊，我昨晚上网玩游戏，玩到早上5点多，实在太困了，睡到现在才醒。任飞当即与他约好，马上开车过去接他。杨先明告诉了他住的宾馆地址。大约15分钟以后，杨先明从南章汽车站对面的一家宾馆走出来，坐上了任飞的车。他一边喝牛奶一边吃着面包。当车开到县城外的白马洞景区时，两人下车步行上山。杨先明见任飞从后备箱里提出一个黑色的帆布包来，随口就问，你包里是什么呀？
杨先明做梦都不会想到，任飞提的包里竟是索要他命的那把配有毒箭的弓弩。心虚的任飞听杨先明问他，眼神中闪过一丝惊慌，有些紧张地说：“你不是要吃油饼吗？我专门给你做的，一会儿到山上再给你吃。”杨先明哈哈一笑说：“哎呀，任哥，你可真够朋友，我昨晚上只是顺便说说，没想到你真带了。”杨先明丝毫没有察觉危险已经步步逼近。两人上山时，任飞一直故意走在后面，想寻找下手的机会。走到半山腰时，杨先明说他想小便一下，就往旁边那个杂草丛中走去。任飞一看四周无人，正是下手的好机会。就在杨先明背着他小便时，他立即拿出弓弩，毫不犹豫地向着杨先明背上射去。被毒箭射中左肩膀的杨先明一声惨叫，倒在地上。他一下子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，望着任飞满脸的惊恐，语无伦次地说：“任哥，你要干什么？”任飞冷冷地骂道：“哼，干什么？你不是很有钱吗？老子现在穷得要死，要弄死你，找你家里人搞点钱花。”杨先明在痛苦中挣扎着努力想站起来说：“任哥，我对你这么好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我父母都是打工的，没有钱。”可任飞已经红了眼，根本听不进。见杨先明颤悠悠的要站起来了，他冲上去对着他的喉咙又补射了一箭。杨先明再次倒在地上，在草丛中拼命的撕扭着想抓住什么，但是很快就两眼怒睁的停止了呼吸。任飞上前试探了一下，确信他已经没有呼吸后，从他身上翻出900多块钱、银行卡、手机，又将尸体拖进更深的杂草丛中，胡乱一扔，就匆匆逃下山去。由于山上杂草很高，此后几天中一直无人发现杨先明的尸体。任飞逃下山后，一口气跑回出租屋，关起门来，在惊恐万状中等到第二天，发现没有丝毫动静，胆子大起来，就从杨先明的手机上翻出爸爸的电话，于22号下午拨通了杨芝的手机，于是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一幕。任飞归案后，对自己射杀杨先明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。8月下旬，杨先明遇害的消息传回刚刚开学的大学后，许多老师和同学在感到极其震惊的同时，都为失去一个如此优秀的学生而深深惋惜。好，故事说到这儿就结束了。